疙瘩起来了。什么事情？去看一下。走。有人，感觉有人。好像是这边传来的。这边吧。洗衣房。血脚印。Oh my god！ 洗衣房里面有推移怪谈。我不信。鱼翅。所以滚筒里面会有人吗？接。哦，这亮着光，这亮着光。来，我先牵着你，你别动。哦，那门口有人，门口有人。霸王楼啊，这是个霸王楼哎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我摔倒了，摔倒没事吧？我怕你们踩到我。大家被意料之外的场面狠狠吓到，但很快就平复了心情。我们找一下线索吧。洗衣房意见部，我要投诉第2排最右边那台洗衣机，每次我洗完衣服都有脏脚印。说明这后面是个通道嘛？后面还有哦，那台洗衣机的编码好奇怪，我试着破译了一下，没想到我好像发现了什么，但我不敢去看。编码号。01010100。二进制，我会算，有笔吗？有笔吗？有。挨个加1嘛。对。应该是0101，然后00是这个 T， 然后呢01001011，就这个这个 K。01000这个吧 D 0100就这个 J T K D G G 来试一下 D K D G OK 开了，开门喽！迅速解开了洗衣机的机关密码，来到了一个叫做推克帝国的密室。推克帝国，进去看看。安全的，对，安全的。好多文件啊！大家在文件夹里翻到了一张4人合影。推克帝国创始人，即便其中2个人的脸被抠掉了，但卓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们。其实我是认识的。刚进入班级的时候，我有特别要好的3个人，一个是小西，一个是小南，一个是小薇。其中小薇是女生，这2个人是一个是小西，一个是小南。然后这个人我不认识啊。所以说这个男的你不认识？我也不记得这个人。哦，不要盯着照片看，小心多出来一个同学。紧接着，汝晴在文件夹里找到了一张推克帝国简介卡，由此得知。推克帝国在2001年10月被4个技术宅创立后，发展出多线业务，包括同名的专属网络加密社区，甚至延展出小杀手、怪谈等板块。是个暗网啊，所以。于是大家登录推克帝国论坛，推克帝国这个网站，你们可以登一下。在小杀手板块找到了一篇帖子。重金聘手法需要100%成功加脱身。6月3号。下一页。匿名用户555，我可以给你提供手法，不要钱。那你想要什么？要你帮我，因为同时间同地点，我要1个人死。私信详聊。根据帖子里楼主和匿名555的对话记录。大家认为应该是2个人杀了2个人，所以有2个凶手。我们请看一下，55和111，一个想杀人，一个想给他提供手法。也存在1个人买凶，另1个人动手杀了2个人的情况。或者是买凶杀人，然后有可能凶手是那1个人杀的，他帮他
这个说我希望另一个人死，那个人就是 TYP。万一那2人想杀的是恰巧是一个人呢？哎，钢琴，快走，琴声响了。大家赶紧跑去查看，却发现与侦探之前看到的不一样。移一下吧。我来。等一下哦，我们看下这能不能开起来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什么？哦，这在是播的。定时音响，后面写的定时18点20。现在为什么会响？上次和这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上次是这里都在动啊，对，这个定时音响在响。为什么他们进来的时候发现 TYP 死的时候是连着琴键都在动呢？哦，这个键真的可以那样动吗？走吧，去道具仓库看一下吧。有什么怪谈吗？道具仓库没有怪谈，可以放心的进。哎，演出服装。这个柜子里有踩过的痕迹。应该一开始就躲在柜子里对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们最开始那个人凶手就躲在柜子里。啊。这个是第一案发现场吗？可能是第一案发现场，至少他会在这里被打晕。因为我们推论，他们都是死了之后再运过去的。哦，这是血吗？是吗？哦，有血迹被擦掉了。哦，对，有拖拽的痕迹。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是要么装凶手，要么是装过死者。柜子里面没有血迹，是凶手藏在柜子里，子到这边来，凶手把他给杀掉，然后把地上的血迹给处理了。因为那个相机3号门拍不到，3号门正好可以进这里。这个监控是有个死角的，3号门拍不到。你可以看那个相机的死角呀。楼道监控在这里，是看不到3号门。哦，对，3号门可以进来，直接进去，然后凶手就躲在那里。对，那他有没有可能凶手也可以直接从这里跑走啊？他可能就是行凶完之后，也可以从这里跑走，进出都很方便，因为这里拍不到有死角。嗯，应该还有别的线索。这里。我快走去！这里有一本刑体房专用啊，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呢？专用本子。哎，流星雨太好听了。此时，窥探发现小任同学走进了小礼堂。小任，他是案发前小礼堂内的唯一目击者，大家赶紧跟进小礼堂，找小任问询。你从谁手上接过这个箱子的？当时是这样子，就是这些箱子里面都是我搬运过来的嘛，然后这个箱子本来也是我装的，但是有一个箱子特别沉，然后那个人还跟我说，这个没事儿，这里面全是着你们演出需要用的道具。谁？谁给你？我想一下，阿凯还是我？你看这2个人像不像？这2个人，阿凯跟明浩。哎呀，
哎，我有点脸盲，我真的。还有什么辨识度比较明显的？我好像真的不太记得了，当时。脸盲的小人只记得一个给他柜子的人，明知道中了还说没关系，却不记得到底是谁。在小人那里没有获得更多的信息，大家只能先去解开形体房的密码。来解下密码，这个密码与乐曲简谱相关。流星雨，这是拍子吧？哒哒哒哒哒。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。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推出这个红色被它圈起来了，然后把红色相应的东西输进去。我来看一下。最后，在明浩的弹奏下，大家找到了密码，打开了形体房。上 SHANG。哦。监控视频，看一下监控视频。 6月3日，谁？哦，这个是到了，他去了道具房，那 GYP 来了，静植也去了道具房，他俩约好在那里见面。嗯，第一个是阿凯，对，2点黄凯来了，阿凯推着他出来了。哎，你没有看到？我没看到。 新的监控视频给大家带来了新思路，大家猜测也许是 TYP 杀害了紫道乐，把他藏进了柜子里，然后又躲在帮凶的画架后逃离。TYP 杀了紫道乐，把紫道乐放在箱子里，然后藏在柜子里，然后藏在了柜子里。先看吧，我看2点半，罗罗来了。2点35，轻松的推着画过去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 有人杀人的话，他依然还躲在里面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有路过。嗯，对。不是，但如果有人经过，监控会看得到啊，肯定会经过这儿嘛。对啊，因为不可能说他这样偷偷匍匐着跑。这个玻璃是空的。3点，卓成出来。卓成和明浩因为看起来推得更吃力，成为了大家的重点怀疑对象。 你是不是协助 TYP 逃跑？所以有可能他们后面协助，后面可能挂着个人。3点35，他推了非常沉重的道具柜。不，沉重是怎么看？你对比阿凯，可能阿凯力气大，可能他力气大的，我虚。哦，那就应该是，那就应该是明浩推的重的箱子，有尸体的箱子过去的。一定是的，我不知道。 一定是的，你自己看，你过来看，你推的用不用力？对，你的箱子就是比别人重。但是有可能因为道具库一开始有2个柜子，可能他在其中给我们2个可能是随机放的。对啊，随机推的。不是，你俩是交过去交给小任的，你们是直接交给他的。所以就是我那个箱子可能重一些嘛，也重一些。对，戴志远刚刚为什么否认呢？ 不是因为我没推过别的道具箱啊。就在大家如火如荼的讨论时，小人拎着一个铁桶再次出现。哎，小人有来了。学校明令禁止明火，你们为什么在无可奈何边上玩火？没有呀。什么？这是你们谁干的？还好我反应快，我拿1盆水给他浇灭了。脸盲小人愤怒离场。 虽然之前没有认出推柜子异常的人是谁，但小人灭火的这盆水却给大家帮了大忙。很明显，桶里装的是凶手原本要烧毁的东西，但现在没有烧完。大家把桶里的线索挨个检查后，发现桶里装着杀害紫道乐的凶器，存放在道具仓库的锥子，这个是不是杀人的凶器啊？以及杀害 TYP 的毒药香水有毒，喷多了是致命的诱惑，慎用，毒发致死后，嘴唇会立刻发黑。与毒药配套的还有凶手自己用来佩戴的防毒口罩，另外有一张约见 TYP 的小纸条。
内容是约 TYP 11点30分在琴房见面，有大事要找他单聊。11点30，谁找他呀？最后还有一件 TYP 同款礼服礼帽。凶手在焚烧证物，但我觉得凶手应该是假扮 TYP。对，因为有2套衣服嘛。因为有人假冒 TYP 进来，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TYP 不是真正的 TYP， 是凶手。1点10分的那可能就是假扮的。对。应该是 TYP 在11点半的时候就已经死了。对，因为一直没有人去过琴房。是的，直到我们听到琴房的凶手。凶手给 TYP 说11点半琴房见，有大事我要找你单聊。这个时候就已经把 TYP 解决了。对。所以他不存在搬运这件事儿。哦，那凶手就假冒了 TYP， 穿着他的衣服，就1点10分就走进来道具房，对，把那个紫道乐干了。对。你们看到那个直播的画面，有晃一下 TIP 进去了。直播是12点到12点半。通知一下，校长希望在6月3日校庆时，我们公司艺人做一个宣传学校的专场直播，我答应他了。阿凯、罗罗、卓成，你们3个到学校前屏做直播，时间是12点到12点半。在一个 QQ 里，对，是那个群这里，下一页，宝贝。哎，对，就这个。哥哥姐姐们，我给刚进直播间的大家再介绍一遍自己，我是罗罗。同时也是推正艺术学院大2在读生。我们推正艺术学院可以说是 TYP 从那边走出来，从琴房那个地方走出来。这几点？没有时间的。不是他直播时间。我直播时间是12点到12点半之间。12点到12点半之间，我们3个在直播的时候，我瞟眼看到了，我们的老板 TYP 走进了我们这栋楼里面。那我可以理解 TYP。11点半到达了琴房，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直播时候看到那个就是假的 TYP。他可以穿 TYP 的衣服冒充他。是的，因为他跟死者 TYP 的那个服装尺码是一模一样，都是175。对啊。可是谁会易容呢？我们跑龙套期间，他教了我很多技能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技能就是爆改。阿凯会易容啊，他会爆改。那我们阿凯会易容。不是，这关键那个也不要看正脸呀。但我刚想说，我们也看不到正脸。不，那个时候阿凯、我、罗罗，我们3个是在直播，但是里面就有一个出现了 TYP 这个人，相当于是我们3个在场，又多出来一个人，而且这个 TYP 大概率是假的，那谁不在场呢？首先，我跟能能都在对音乐剧的台词。你俩是侦探。反正排除一下嫌疑，排除一下。我要讲的嘛。就是12点到12点半的时候，我们3个人肯定是一起在直播的。对，你们就排除了嘛。那谁不在场呢？只有明浩呀。哇，你要不自爆了吧？我就是10点到11点去咱们排练嘛，然后排练完之后我去吃饭了，去那个推好吃酒楼，但是因为要排太久的队，我就排了好久，结果15点半才吃完饭回来。到推箱子的时候才回来。对，就是我刚回来就直接去推箱子了。反正现在我觉得你现在嫌疑最大，因为这2个人已经都3个人都在直播，然后我们2个在排练。这么搞？我在外面吃饭。那他不承认的基础上，那只能是12点的 TIP 还是新的了。你在帮明浩吗？怎么可能？是帮我也，不是帮我也不代表他是坏人啊。你们俩，他就是他被策反了，还假装了 TYP。所以你要藏到什么时候？嫌疑最大。而且他在11点到12点钟没有那个不在场证明。
插出去。哎呦，是我杀的吗？一番争论过后，卓成笃定直播中的 TYP 一定是唯一缺席的明浩假扮的，成功说服大家怀疑明浩，只能是明浩。他已经录出来了呀。那就是你们推出我嫌疑之后，就没有人想问我2句话了吗？问你瞒不住了。明浩承认了自己是假扮 TYP 的凶手。我其实想让他们2个都死嘛，因为他们一个想让我身败名裂，一个想让我巨额的赔偿，所以我就把他们2个杀掉了，并自述了自己的筹备以及作案过程。我想让他们2个死掉，然后我就在那个暗网上。所以你是匿名用户111。对，我是那个楼主。重金聘手法需要100%成功加脱身。6月3号。然后我就从匿名用户55那儿学到了那个杀人的技巧。55和111，一个想杀人，一个想给他提供手法。因为那个楼里的监控是12点开的嘛，所以12点前我就先准备了一套跟 TYP 一样的衣服，我就把他约到琴房里，然后把他给喷死了。然后喷死完以后呢，我就把他的衣服给换掉，就从你们身后走过了。走过了以后发消息给了那个直到乐，把他约到这儿，然后又在那个地方把他给杀了。我其实可以藏在那3个前2个画和那个一个车的任意一个里面出来嘛。然后我利用那个监控死角从3号门出去，换上我自己的衣服，然后从2号门进来，我再把指到乐给运到那边去。那所以匿名用户555是帮凶吗？就还隐藏在我们中间。开始推理吧。推理吧。帮凶，我觉得比较像是阿凯因为阿凯的话，你懂易容术。但我们所有监控里面都是 TYP 的背影，根本不用正脸。但是55是谁？这还是一个存疑的点。是的。但是网友的角度是不知道他想杀2个人。对他只知道我想杀人，只是恰好他想杀的人包含在我那2个人中间。我觉得另外一个网友555嘛，应该就是罗罗，他想杀的是那个子道乐，对，然后他俩达成一定的交易了。哪怕是2个人想杀不同的人，也有可能因为他不知道方法，也许他说我给你提供方法，你再帮我杀一个人，所以就是他一个人杀的。而且他把老板杀死之后，他的合约已经没有了，为什么还要杀死子道乐呢？因为他给他提供了方法，所以他要他达成他的交易，你帮我杀掉他。所以55是你吗，罗罗？55并不是我，不是我。我觉得你是没有作案的这个实际能力，你可能只能通过方法。我是很想杀 TYP， 但是你们也看得到，就是我那个时间我都在直播。我觉得罗罗杀的动机非常明显。首先，第一，他是有自己的 gay 们的一个回忆相册，他把兄妹情跟男女之情混为一谈了。那没有了，你们只是我哥的平替而已，垃圾。反正是，对吧？男女之情跟兄妹之情，它有混淆感，其实精神其实有点错乱的。第2点就是，他发给明浩一个新对话框，对吧？那是因为我随便回的一个。他故意诱导明浩去杀人。哦，情感，因为他还爱着他。Yes。那我对你是什么？我可是急忙忙的跟他分手，就为了跟你在一起。那我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做？
不是为了跟我在一起，是因为我看到你跟明浩分手了，我去主动追求你才答应。我是因为我是你的调剂品 ，OK？ 记这3个字记很牢吗你？对吧？好，这趴好好看。这趴好好看。我觉得他可能是那个布局者，你想他开了上帝视角，他先让他对他们的感情好像产生了一种可能复合的心理，然后他就跟他说，哎，我想单飞了，然后他让子刀乐生气，后面一系列的事情。借刀杀人嘛，在我看来，动机跟嫌疑是最大的。你们如果真的觉得我是的话，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有香水的这个东西？而且我这么恨他了，我肯定要自己手刃他，对吧？我还要找另外一个人去杀他，是为什么？哎，但是你之前还说你因为怂，所以对我刚刚说这点，他其实因为怂不敢报这个仇，纵使他知道了那个仇人是谁，他也没有胆量去做。提供方法，然后让他帮你做的。你们再盘一盘阿凯，再盘一盘阿凯。阿凯清澈的眼神真想睡觉了，想睡觉，想下班。他们2个就共同想杀子刀乐跟那个 TYP 嘛。他比较恨 TYP 比较多一些吧，因为他是看到了。谁啊？你啊，你是看到了那个视频啊，那个照片后面还写着血债血还呢。但是你要知道 TYP 是他老板。不是老板不老板不重要，我是影帝，我有钱有名，何必？是 TYP 选中了你，他是你的恩人。没关系，我现在已经是影帝了，把他送进去，我还是影帝啊。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。我们现在都知道了，凶手是明浩。因为阿凯刚刚前面的陈述，我觉得他已经有一点点洗清他的嫌疑了。我目前可能我会把票先投给你和他。我觉得凶手是明浩，然后那个帮凶55是罗罗。阿凯在他转换身份之后，他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杀心去做这件事情了，因为他最终的目的是不用跑龙套，或者说得到大家的关注，他现在已经做到了，所以说他没有必要再去做其他杀人的事情。然后呢，我是明确知道我自己不是，所以说这肯定是。我觉得凶手是明浩，帮凶是卓成。我觉得卓成是非常想在6月3号杀人的，因为6月3号，子刀乐威胁他要在那天公布他的别的事情。你做了对不起我的事，我要让一夜成名的你身败名裂，就在校庆那天。然后其次是我老觉得这个凶器，因为子刀乐是这里胸前被这个利器所伤，然后他被子刀乐诬陷杀人的时候，手里也拿了一把东西。就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报复的心理，他就用了同样的凶器去杀人。我先说一下，我一开始不是跑龙套吗？后面我为了自己的利益，然后让阿凯跟我换身份。其实我是有点自私的人的，就是我想要更多的是我想要有名有钱，然后我最终得到了，我不可能再为了真正的阿凯我去杀一个人。然后55的话，我觉得我感觉是卓成。我是没见过55的，我只从他那儿学了一些技巧。其实你也不知道55是谁，是吗？对，所以我可能会根据大家的推理来猜一下55是谁。投票吧，本案投票规则：本次案件出现2位死者，真凶可能是1个或2个。玩家投票时需要分别投出杀死子道乐的凶手是谁，以及杀死 TYP 的凶手是谁。每位玩家的2次投票视为1组票型。游戏胜利条件：本案真凶无论1个还是2个，将根据票型一起判定胜利或失败。如果真凶的票型低于其他嫌疑人，则真凶与 X 获胜；
反之，票型正确的玩家获胜。杀死子道乐的凶手是明浩，我投明浩。明浩首先在假扮了 TYP 的情况下，跟子道乐进了道具房，然后用那个锥子把子道乐杀死了，然后放在其中一个道具柜里面，他就藏匿在柜子里面，等待别人把他运出来。完毕。杀死 TYP 的人也是明浩，我投了明浩，因为明浩假扮了 TYP， 11点半的时候在琴房约了真的 TYP， 然后香水喷死了 TYP， 然后从那边那个门跑掉了。杀子道乐的是明浩，因为很明显了，他就是凶手，而且作案动机也很大。杀 TYP 的人是卓成，因为他有很大的嫌疑帮明浩。我今天的投票呢是在这里把票投给了明浩，我觉得明浩杀死了子道乐。这一票呢我还是投给了明浩，但是明浩的帮凶是阿凯，我觉得是明浩杀死了 TYP。我觉得杀死子道乐的凶手是。我还是觉得他有点奇怪啊。杀死子道乐的是这种方法是能够增加我们的胜率的。接下来公布各位玩家投票结果。今天的票型有3种。第一种票型是2位被害人都是明浩杀的。第二种票型是明浩杀的是 TYP， 卓成杀的子道乐。第三种票型是明浩杀的子道乐，卓成杀的 TYP。今天票数最高的票型是明浩双杀。谢谢大家。我投明浩，杀死 TYP 的人也是明浩。这里把票投给了明浩，这一票呢我还是投给了明浩。凶手是明浩，明浩。杀 TYP 的人是卓成，杀子道乐的是明浩。我投是卓成杀了 TYP， 杀死子道乐的是我自己。就是根据规则，在评票的时候，我们是会输嘛，所以我们就想，猜一个其他的人可能会投出来的票型，然后我们帮忙把那个票型顶上去，那我们就赢了。我宣布，本次案件所凶失败。真凶手就是杀死子道乐的凶手是明浩，杀死 TYP 的凶手是阿凯。耶！我是个坏人，没想到吧？
我其实想让他们2个都死嘛，因为他们一个想让我身败名裂，一个想让我巨额的赔偿，所以我就把他们2个杀掉了。2个人想杀不同的人，也有可能因为他不知道方法，也许他说我给你提供方法，你再帮我杀一个人，所以就是他一个人杀的。而且他把老板杀死之后，他的合约已经没有了，为什么还要杀死子刀乐呢？因为他给他提供了方法，所以他要他达成他的交易，你帮我杀掉他。你们再盘一盘阿凯。但是你要知道 TYP 是他老板，不是老板不重要，我是影帝，我有钱有名，何必？本案是否存在 X 呢？本案没有 X。被怀疑半天，怎么了？就是我们的点其实在于，因为我记忆里知道我是杀了人，而且留下很多破绽的，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会知道我杀人了。那既然大家知道我杀人了，我就全揽过来，就说都是我杀的。直播是在那个群里通知过的，所以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会有一个摄像头对着那个假 TYP 出现的地方。然后其实所以那次出现是为了给阿凯洗清嫌疑的，因为他跟假的 TYP 出现在一块儿，说明他没有杀那个假的 TYP。然后我当时就在想如何把这个给圆过去，就干脆穿着一身就恰好路过，就是这样的。哎呦，这么细！现在公布本案遗漏的关键性线索。本案的关键性线索就由阿凯公布吧。蓝色衬衫是我的，你们没发现？其实你刚刚也说到它的香味很重要，但没有就着那个衬衫去分析是谁的。哦，那个衬衫是在我们之前我跟阿凯合照的时候穿过的衬衣。因为我觉得香水上面有味道，说明味道是个线索，味道指向了那个衬衣，后来那个衬衣线索丢了。明浩兵行险招，认下凶手身份后，把杀死另一名死者的罪责也揽下，替阿凯开脱，以小博大，成功误导其他人。最后在投票环节，2人金蝉脱壳，是一种深思熟虑、很激进的玩法。不过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你咋又回来了？不得了了！我刚刚在宿舍楼天井看见爱唱歌跳楼自杀了。爱唱歌？学校现在已经把他送去推镇医院急救了。那我们现在是要出去看一下他吗？不行，那里太危险了。啊？那都不要去。好。吓死了！爱唱歌居然跳楼了。救我啊！这什么？道乐，不要随便开柜子，小心柜子里有带血的人。不要轻易走进无人的琴房，小心那里传来夺命的琴声。本期的案件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不过，危险的阴霾还是笼罩在推镇艺术学院的上空。